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欢迎来到讲解正奇科技的第2集。继我们上一次讨论了 MI 公司的业务和财报后 ，MI 就发生了蛮重大的改变的，无论是在业务方面还是在股价方面。我们就先说说公司在业务上的状况吧。在2020年的12月 ，MI 计划发行新股，以筹资2亿7千万令吉来收购在台湾的 Accurate Scientific 公司高达99%的股权，并在2021年的4月份完成了这项收购。Accurate Scientific 主要是从事制造用于生产高级封装的焊球，如球炸阵列封装和晶圆级封装等等。所以在 MI 收购了 Accurate Scientific 后，其业务也分为半导体设备事业部 SEBU 和半导体材料事业部 SMBU 了。而收购项目才刚完成不到3个月 ，MI 在7月份又建议私下配售最多18%新股，以在筹资2亿7千万令吉供扩充用途。当中计划拨出1亿8千万令吉做扩充，包括寻求潜在的收购、投资、策略合作、联营等计划。剩余的将用于偿还贷款、充当营运资金以及支付适配活动的开销。2021年8月 ，MI 宣布认购中国科技公司 Talentech Microelectronics 的22.36%股权，以补助公司现有业务。Talentech Microelectronics 的业务主要涉及电子和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子产品、集成电路生产与销售、电气、通讯和自动化设备设计、研发、检测与销售等等。感觉上 MI 的业务好像扩充了不少，本来应该是好事来的。但是由于 MI 的收购项目都是以发行新股来筹集资金的，所以股价会被稀释掉。相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MI 的股票也遭受投资者的抛售，导致这2个时间点的股价都下滑了不少。好了，稍微了解了 MI 近期的状况后，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公司的季度报表，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发现。MI 在2021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6428万令吉大涨了77%左右，至1亿1397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232万令吉增加了53.8%，至1895万令吉。营业额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新业务 SMBU 的营收贡献所致。SMBU 的营收获得正面的贡献，主要是由于 5G、物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和汽车行业的客户所带动的强劲需求，以及在2021年的下半年陆续推出消费者电子产品，导致芯片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对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的需求。除此以外，季报中也有显示 SEBU 的营收虽然因为受到疫情和全面芯片短缺的影响而与去年持平，但是在这一年也获得一些不错的成果，比如在韩国的子公司实现了第1台激光补助粘合机的销售，台湾半导体业务成功将首2个完全本地组装的 VI 系列交付给客户等等。至于净盈利的增长，主要都是因为营业额的增长所致，但是由于营业费用、折旧和摊销以及税务也随之上涨，所以净盈利的增幅被削弱了不少。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暴涨了178%，至12亿2524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很多项资产都增加了不少，比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库存量、贸易和其他应收款等等。这些资产的增加是因为公司在近期收购了 Accurate Scientific 这家公司的股权，所以也就被调整了。至于公司的短期基金和手中的现金以及银行余额，比起9个月前也是增加了很多的。这相信是公司在近期进行了私下配售所获得的资金。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也大幅上涨了，比9个月前加多了258%左右，至1亿8384万令吉。虽然说公司的资产因为收购了 Accurate Scientific 而获得了正面的调整，但是看来其负债的上涨幅度也是蛮大的。其中公司的贷款方面就比之前暴涨了大约20倍以上，涨幅很是夸张。不过如果对比公司拥有的4亿令吉现金的话，贷款也只是占据了1/4左右，小巫见大巫而已，就稍微留意就是了。还有就是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付款，比起9个月前有下降的迹象，代表着公司拖欠供应商的信贷减少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公司的股东权益，这里可以看到公司的股本增加了很多，这是因为公司在近期发行了新股来筹集资金的缘故。至
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同季增加了2798%至3558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了解到，现金流出大幅上涨，是因为公司这季度的贸易和其他应收款中有大量现金流出了。换句话说，就是公司已经向客户提供了服务或销售了产品，但是客户还没给钱的意思。另外，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付款有现金流出了，就是说公司付款给其供应商了，所以在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到这部分的负债是减少的。除此以外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就减少了106%左右，至236万令吉的现金流入。这是因为公司收购 Accurate Scientific 时，获得了一笔价值3295万令吉的现金流入。在扣除了剩余的1%股权收购费后，剩下的3010万令吉就变成了公司的现金流入了，所以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才由负转正了。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反而大暴涨，比去年同季增加了600倍以上，至3亿2052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现金流入暴增，是因为私下配售筹资所得，再加上公司也加大了其贷款量，所以今年 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才会变得如此之多。在看完了 MI 的整个季度报表后，可以发现到公司在这季度的盈利确实增加了，但是从现金流表中却发现有很多客户拖欠的账款是还没有被收回来的，而且公司目前的 Operating Activity 现金流量是呈现负数的，意思就是公司在这季度是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赚到钱的。目前所看到的钱都是从 Financing Activity 中的私下配售筹资来的。虽然现金流表看似是不太健康，但是由于 MI 刚收购了 Accurate Scientific 不久，财报数据需要进行整合和调整，再加上刚进军的 SMBU 新业务也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所以现在并不太适合做出太过于武断的结论。不过现在需要留意的就是 MI 是否会发展或收购过快，以及在短期内是否还会再有发行新股活动了。因为在2021年的短短1年内就有2次发行新股活动，已经使到部分投资者怨气连连了。毕竟没有投资者想要自己的股票价值被稀释掉。不过大家也不妨给予些许时间来让 MI 证明自己的能力吧。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